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李博毅议员、陈志涵主任。好，有75个国家，因为川普说了，第一天说50个多国来谈了，第二天79个国家来谈了，有75个国家暂缓对等关税90天了哈。但美股昨天还是跌哦，因为呢，就是他们说虽然你暂缓，但是因为川普这个人变来变去，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啊。好，而且暂缓是表示真的就是10%呢？哦，这也不一定啊。而且10%也很重啦，跟以前到美国的产品比10%并不轻。大家只是说10%啊，比以前什么30-40%少，但10%其实并不少，因为美国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税的哦，所以呢，很多厂商在算账的时候就认为你没有关税，我报什么价嘛？你现在10%，我到底怎么报呢？而且万一你中间又变了怎么办呢？哦，都很难说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譬如说欧盟哦，因为他本来收欧盟这20%嘛，那欧盟就要报复他25%。那说呢，欧盟说好吧，既然你停止，我也停止，然后谈谈看。但是呢，如果将来谈的结果不好，我还是要恢复对你25%的这个报复啊、哦。所以暂时搁置，而且呢，表示对 CPTPP 表示兴趣的。现在大家就怕，不能只跟美国搞了什么同盟了。哦，什么签 FTA 的，大家要互相这个跟这个结盟，那个跟那个结盟啊、哦。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说，他们已经跟越南开始讨论互惠贸易哈、哦。那他现在一定先从那个反正条件上的比较多谈嘛，然后他就给别人做样子。你看看越南都零关税了，那你们呢一定是这样子了。啊，就像那时候天天拿着台积电说嘴，你看我还没有征关税，台积电就跑来啦，哦，然后就说这要投资2000亿啊，要投资3000亿啊，天天这样讲啊，就给别的国家做示范嘛。那另外呢，越南是要准备打击大陆去洗产地，所以呢，希望能够换得美国的较低关税是22%到28%，他也不敢说是10%，也不敢说是0%，他本来说我要给你0嘛，那我要给你0，对等是你也给我0啊，没有哎。他只交换对方给他22%到28%，他觉得算是低了，至少比原来45%低嘛。哦，原来这个不得了了，搞40几%哦，所以呢，这个大陆的确，因为中国大陆被制裁以后，有些产地就转到越南，而且大部分是台商了。哦，那虽然这个暂时缓了哦，但是呢，美股早盘还是崩了啊、哦。那但是呢，川普却高兴说。股市崩有什么关系？通膨下降了，因为呢，昨天晚上发布通膨数字啊，2.4%，那比经济学家预期的低一点点啊，所以呢，如果高的话就很麻烦，不高的话呢，利息就降不下来了。川普一直希望降利息，降利息，而且他现在呢背负了将近38兆美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负债，光那个利息也不得了啊。那另外呢，外资是说呢，虽然川普暂停了，但是呢。衰退几率还是60%，那昨天有人说衰退几率是45%，所以这个是预测了哈，都是预测哈。那这个投信是说呢，美中角力不减，还是就现在就两个这个第一、第二的这个大国在角力嘛，所以呢预期还会震荡，所以你要做好资金控管及停损停利的准备，哦，不要傻傻的一看这边涨了，赶快都下去哈，然后呢最后你就被陷住了哈。那川普曾经说了，这是过渡时期啊，就吃药嘛，吃药你生病了总要吃药啊，过渡时期会遇到困难嘛。但私下却曾经认为说，他怕美国经济会衰退了，他有一点怕到，就是说这个市场的反应，他们是原先呢是没有想好的哈，没有想到的了哈。川普又签一个行政命令，要解除水压的限制，因为拜登的时候，因为美国水也不太够，有限制。哦，说水压不能超过多少，每分钟呢不能超过2.5加仑，哦，一加仑将近4公升，所以呢，他说我美丽的秀发要水来洗头啊，哦，水压过小啊，我要在莲蓬头下站15分钟，我的头才会湿透啊，水是一滴一滴流出来的，真荒谬啊，哦，结果呢，他说这个管制过头，让美国的经济窒息。所以呢，官僚体系根深蒂固，限制我洗头的自由，限制我的人生的自由，好吧？我们看一下川普。15 countries now that have made explicit offers that we're studying and considering, and
deciding whether they're good enough to present to the president. 川普关税地图炮暂缓90天，让不少国家得以喘口气。白宫证实，已经有15国提出的协议案进入实质评估期，哪些国有共识，美方不多说。至于准备好要回击的欧盟，也暂时先缩。We are not going to offer any greater detail at this point about what we are or are not saying to the Americans beyond what we have already said. We want to negotiate. We want to talk. We appreciate that you have brought this pause on so-called reciprocal tariffs. 而在川普第一波关税威胁下，越南被课了46%的重税，是第一个低头愿意把对美关税降至0的国家。当下还被川普嫌不够，现在获得90天暂缓，越南态度依旧蛮软。Chúng tôi cho rằng quyết định của phía Hoa Kỳ ngừng đánh thuế đối ứng trong 90 ngày đối với các mặt hàng xuất khẩu của các nước vào Hoa Kỳ, trong đó có Việt Nam, là một bước đi tích cực. Nadie gana en una guerra comercial. Todos pierden. Por eso, la medida anunciada por la administración estadounidense. We're doing very well. It's been amazing. We had a big day yesterday. There'll always be transition difficulty, but we had in history, it was the biggest day in history. The markets. 前一天，川普已暂停部分对等关税90天，但投资人对中美贸易战升温的忧虑仍挥之不去。老沈怎么看？我觉得人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这么意气风发、这么一意孤行，而且这么高效率的独裁者。独裁者，他真的是独裁者。我跟你讲，当年尼禄一把火烧了罗马城，他的效率有他那么厉害吗？川普只要一个大笔一挥，全球的股市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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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而且经过现在的电子媒体，瞬间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荒唐在什么？最近这2天，我早上4点起来捡报纸啊，我一看啊，这是旧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面媒体没有钱了，所以啊，人力资源都不够。这以前川普在美东时间1点19分改了，应该我们还可以抽版换标题。我们现在连这个都懒了，所以你早上4点看的报纸，原来完全没有讲。都是旧闻，连续2天旧闻哦。这个我要谴责平面媒体，你没有种没有本好好做的话，你就关了。人家平面媒体也有网络，他们网络都很快。你跟现在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他有网络，我说平面媒体自己也出网络。不是，我知道，但是你平面媒体这样是很丢脸的东西了。好了，这个不是现在的话题啊。都赔钱了啦，你还要他怎样？我跟你讲，啊，那就关了。关也不行，关很麻烦，不然我就没报纸看了。我跟你讲哈，现在是川普大笔一挥，很多人赚了上千亿、上兆的钱了。2天以后他后悔了，他再大笔一挥倒过来了，有人是赚了上兆啊，这个 Musk 就赚了1兆以上的钱。所以他前天他的那个特斯拉涨22%，所以你想这个合理吗？比如说他第一次要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友，通通来一个对等关税的时候。他好得意，他说70几个国家一路来了，都 Kiss my ass， 你知道他用英文，英文你有没有看到？Kiss my ass， 对，就是75个国家来亲我的屁股，我们多难听！总统讲这样的话，他就这样用这3个字哎，不是我们翻的比较优雅，我们说是来拍我马屁嘛，拍我马屁是比较优雅了，Kiss my ass 是比较难听了啊，但是呢。我真的原来他们讲说全部讲这样子，我不相信。你去看，果然是这样讲。而且他得意到什么样子？他说韩国的代表团啊，已经在飞机上了，朝着我飞来了，多得意啊！但是你看70几个国家要来拍马屁啊，今天提出要协商有方案的只有几个，就10几个，那还会再减少吗？还会。我觉得只有2个国家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日本。他跟日本怎么谈法哈？韩国跟台湾会跟进，还有另外一个是越南。越南真的是我可以完全同情，也看懂他们的处境。他们就贵了嘛？为什么？因为他们赚老美的钱时间不够长，他们的薪资还很低所以他们有很多条件，就是说拜托，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你让我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延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听你的啊！你说西产地就西产地，什么要处理我就要处理。
但是呢，越南是一个代表。如果越南跪着投降的过分的话，其他所有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印尼啊，包括柬埔寨，通通就比照。那这一比照啊，你觉得只是洗了老共的洗产地吗？我觉得我们台商就没得养跑。我们台商的利润啊，大概一砍就要砍掉好几10%。所以呢，这个是好消息还没来。但是呢，我认为川普跟他的团队其实有2波了。第一波，他恨出口商，所有的出口商来赚我的钱，来卖东西给我，赚的钱带回家，然后又买我的债券，让我负债。所以曼斯讲，这群乡巴佬，我们向他借钱买他的东西，然后我们负债35兆。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过程里头这些赚他钱的所付出的代价，他完全不管这些东西的。他第二步还有很重要，这个只是前戏啊，你不能只看前戏，前戏固然令人兴奋，重要的是主戏啊，主戏就是他要斗老共，而且我已经一再讲过，他其实想要干掉他。但是呢，他现在虽然在军事方面还领先老共，他不敢打了，因为他没有把握我打一定赢，而且我的这个损伤可以控制。老共也虽然输你，但是老共也不愿意打，因为这2败俱伤的局面啊，我们台湾我一直讲台湾没事，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好，那我不敢打你，也不能打你，也不便打你，那怎么办？我还是看你很讨厌啊，你是兼出口商又兼要后面紧跟上来的竞争者，这个才是麻烦，这是主戏。所以呢，我觉得美中的经贸战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那这个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话，这个未来几年呢，所有全球的景气，不管你站在哪一个点，都没有好事。所以每次股市反弹，减量经营，这我已经讲几次了，我已经在这里讲几次了。大部分人看不了那么远了。不过基本上我如果川普我一定看川普一定很得意。你看看越南来 kiss my ass，当年我们在越战打得多辛苦啊，打了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几万人，最后我们还是落荒而逃。现在我靠关税，我不用子弹，不费一兵一卒，他就来了，跪在地上向我求饶。你看我多厉害！你看好了，川普一定会这样吹牛。休息了再回来。川普他有一个贴文川普这个很恶劣的他在他的脸书这个什么出 social，他在他的脸书呢，他要宣布暂停那个关税暂停90天的前4个钟头，在脸书发布，你们赶快去买股票。这总统可以做这事吗？那现在又说呢，民主党议员已经生气了因为呢，他这边写This is a great time to buy。下面写 DJT 呢，当然 Donald Trump 了但是呢，这3个字也是川普旗下的媒体跟科技集团叫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的股票代号，所以他有股票去代号你看没有？你们赶快去买，然后下面有个 DJT， 可以这样子，全世界有这种事情，美国总统可以这样。之前他搞个什么川普币，你记得吗？对，他搞他老婆搞个他老婆一个币，他说都涨很多美国可以这样子那但是呢，他虽然对70个国家暂缓90天，对大陆原来说125%，我说125%已经很多了，今天起来说145%，原来34%，再加上什么50%。然后再加上原来的，再加上这个，因为对芬太尼管制不利，所以呢再加20%，所以加减呢加到145%了。那我看大陆大概也昏了头了反正你加145%也好，你加245%没什么差了，因为呢再多不愁，你加到一个地步以后。假如我是个外销厂商，我只赚你10%的利润，外销厂不可能赚太多利润。台积电这种非常少的，一般那种传统产业利润都非常薄的，而且彼此杀的血流成河。我赚你10%，你给我搞了30%、34%，我已经不能活了。你搞54%，你搞管你搞多少%，你超过一个界限以后，
这一样了嘛，哦，所以我也不在乎了，反正来吧。那对中小这个中港的小额包裹，我觉得这是有影响，就是网购了。原来$800以下的呢是不抽税的，后来说要抽税，那很多人就抗议，他们说不抽了。现在不但抽，而且呢要比原来说要扣你们30%的税，现在扣到90%了，增加了3倍。小额包裹关税增到90%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习近平是我好朋友。我喜欢他，他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跟他的这个最后一定会达成协议的啊，看好了啊。那习近平是说呢，中国不惧任何无理的打压，就你现在无理打压我我不惧怕而且呢，他这个因为主要是西班牙的这个首相桑切斯正在大陆访问，所以他们接见的时候讲我们不怕啊，奉陪到底啊。那 CNN 就讲说。川普跟习近平现在互不相让，两只大象打架互不相让。不过球到底在谁手里？哦 ，CNN 说在北京手里了哦，那到底谁在手里？那另外呢，这个也叫做胆小鬼博弈了啊，看谁先 chicken out， 谁胆小先跑。所以呢，怕贸易战会失控，就像老沈刚刚讲的，中美两个大国打，全世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台湾受的影响力很重。台湾可能一些台独支持者高兴说：“哎呀，他们两个打起来，到最后一定大家跟着一起倒霉了哈。”那川普也好斗，习近平也民族主义，也不可能让步啊。那到底真的假的？我有点怀疑。他们之前就说呢，大陆存在纽约曼哈顿有2262吨黄金，所以都运走了。这黄金一吨是1000公斤呢，也是很大数目黄金，所以已经运走了。已经运走了，还是放话要运？他们说已经运走了哦，然后说已经卖了500亿的这个美金的这个债券了哈。那它到底有多少债券？持债券最多的日本，哦，超过1兆美元的债券。那英国说也有7400亿哦，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英国我刚刚去查了，的确，中国有7600亿美元，英国有7400亿，日本有1兆，英国干嘛这么多？所以因为国际买卖这个天然气、石油都用美元计价，不用英镑计价，所以它必须要持有美元债券，而且它是很重要的全世界一个外汇的那个操作中心、金融中心，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美元，它并不是贸易去赚的。所以我就想说，美国才收它关税没有多少嘛，为什么有这么多外汇存底了？它可能是买的，而不是贸易赚的哈。好，那么学者是说，美债如果失守，美元市场会崩溃。这次主要靠美债吓了川普一跳，因为川普做生意啊，搞房地产一定要借钱啊，利息很重要，一下子债这个3天内涨到40年来最高点，30年公债涨到这个5%，这是公债不是公司债，公债照理讲利息会比较低的，大家相信美国不会倒嘛，连这个都涨那么多，很危险哦，所以川普看了这个有点怕经济会崩溃哈。那好，那美国大陆很多商店很有意思，也写本店对美国人。哦，要收104的付费，他不知道你现在已经145了，都来不及了。他说：“你们收我多少钱？我们要收你多少钱？本店即日起对美国顾客要加收104%的这个服务费。哦，即日起对美国籍或持有这个绿卡，他有绿卡你怎么知道呢？反正就是搞笑，故意闹你了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中国也宣布要抵制好莱坞的电影，因为中国对好莱坞电影是有配额的。”不多，所以每一部好莱坞电影都非常强势，大排长龙去看。川普教授，我听过更糟的，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看一下。They've really taken advantage of our count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y've ripped us off beyond anybody, nobody. 川普发出90天的关税暂缓实施宽限期，但唯独中国大陆除外。不过，川普没有把话说死。What happens with China? We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work a deal. 但川普也说，他不是在等习近平让步，而是继续极限施压。因为根据白宫官员证实，如果加上先前因为芬坦尼寄出的关税20%，等于美国对大陆进口商品课征的关税总税率已经达到145%。在中国宣布减少美国电影进口数量后，迪士尼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报道称，迪士尼和华纳兄弟的股价当日分别下跌6.79%和12.53%。中国是全球第2大电影市场，2024年总票房约2700亿台币。过去每年可输入的美国电影配额大约34部，结果关税战一打，不仅配额变少，好莱坞每年损失还可能因此超过134亿台币。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有道了门。以后是有爱是好耶，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坛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最新抛出一段毛泽东韩战时期影片，借着这句要打多久打多久，凸显官方立场。而川普除了喊出要让制造业反美，最近还说要让美国领域再次伟大。In my case, I like to take a nice shower to take care of my beautiful hair. I have to stand under the shower for 15 minutes till it gets wet. It comes out drip, drip, drip. It's ridiculous. 川普这回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对莲蓬头的水压限制，也终于能好好照顾他最宝贝的秀发。来，各位，其实美国在贸易上是有逆差。顺差。贸易啊，整体来讲，可是美国在很多的经常账。他收入很多，举例他的这个货币的这种服务，他的 App 啊，他的电影，他的军火，那都不算在贸易的里面呢，啊，军火不算，台湾跟他买那么多军火都不算。然后你举例像大陆说要管制好莱坞的配额，在大陆啊，美国去 NBA 的比赛也赚很多钱哦。哦，其实美国这些账笼统下来，它未必美国是亏的哦。有人讲说哦，美国这些年的这个它的这个国债那么多，美国的国债，各位想想哈，打了几个战，越战、阿富汗的战争，就搞掉它10几兆哦，再加上哈。2008年的 Lehman Brothers 那个事情也是10几兆，这个搞下来就花了很多，不是说他都是被别的国家去赚的他的钱，光美国的一个 SWIFT， 那他赚了多少钱哦啊！所以美国这个账算起来啊，我是觉得不太公平哈。我今天好久没看到老沈，我说以后会怎么样？我说我不晓得，因为美国那个总统啊是 unpredictable 的人，不可预测。你们真的没有？我跟各位报告，像4月2号他宣布啊，这个100多个国家关税要提高。我有一个福利社的朋友啊，隔了1天半，他就在脸书上写，他好多朋友跟他抱怨，他的做生意的船刚离开高雄港、台北港不到1天。对方就来讲说，要求他降价16%，那是这个就所以说川普把大家快搞疯了。当然我们看啊，川普这个他这样做，我很多美国的同学，我的研究同学住在美国，他们退休的，但是他都投入股市。川普在4月9号突然这样子宣布，到底是我就是故意这样子的啊？我到最后一刻突然叫停，还是他真的是被他的那些这个捐他的钱的人，还有那些经济数字把他吓昏了？不晓得，真的是不晓得哈。当然，我们看中美哈，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贸易最后会演变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因为川普一开始设定主要有3个目标，第一个解决他的贸易逆差的问题或者是国债的问题；第二个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第3个目标第3个他的计划就是要打中国大陆所以是现在这2个犀牛要相撞的，最后会不会撞在一起？我跟各位报告，他这2个犀牛或2个大象打架我们台湾是像小白兔好了，在旁边，我告诉你，你说会不会受伤？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要去做评估估美国跟中国大陆会怎么样美国的关税会怎么处理？我的答案是真的很难说，我也不知道，因为平常讲
美国这样做对美国国内的物价影响会怎么？那会对他的决策做出很重大的决定。哎呀，反正川普会怎么做，你也不会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搞不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那个贸易代表署的那个头也不知道啊，在电视上还访问，还在讲说替川普圆谎啊，说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后来发觉怎么他停了，他都不知道贸易代表署多重要，所以日子好好过就好好过，不必想那么多，因为呢，你永远不知道川普会怎么变化，世界会怎么变化。休息一下再回来。